高端的美食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拍摄方法，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日本1980年拍摄的中国之食文化。该纪录片由日本著名的酱油厂龟甲湾策划出资，在摄制期间呢，也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大力协助和支持。片中真实详细地展现了川鲁粤淮扬4大菜系，其烹饪的过程手法真正地体现了中国美食的博大精深。其烹饪的食物从天上飞的到地上爬的水里游的，可谓是应有尽有。除此之外，这部纪录片也很真实地展现了中国人80年代的生活风貌，所以它记录的不只是中国美食，也是人文历史。另外，由于该片年代久远，画质较差，所以我本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4K 修复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随着镜头先来到北京有名的隆福寺小吃店。每天到这里光顾的客人大约有1万左右，从早到晚都是络绎不绝。店里售卖的多是小麦制作的面食，有红白相间的开花馒头，又类似甜甜圈样式的焦圈，口感是又酥又脆。而油条作为国民早点，自然也少不了它的存在。要是再加上一碗醇香嫩滑的豆浆，那便是绝配美味。另外，店里还有慢火熬制的红豆粥，一看就知道是真材实料。而豆腐脑也是店里最为畅销的小吃之一，每一碗都会泼上特制的芡汁，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上其他调料。正如老舍先生在《骆驼祥子》里描写的一样，那酱油、花椒油、韭菜末被雪白的豆腐一烫，就是顶香的美味。以上我们见到的都是平民的小吃美食，接下来我们再去看看宫廷贵族的高档美食。首先，在清朝的12个皇帝中，乾隆可以说是最顶级的美食家。根据现存的御膳菜单，可以看到乾隆最喜欢吃的多是以燕窝制作的菜品和火锅。在故宫旁的北海公园，有家自清朝年间就一直传承着宫廷风味的仿膳饭庄。这里的菜肴没有油腻和辛辣的味道，注重的是精细的滋味和柔和的口感。画面中的厨师正在小心翼翼地将燕窝中的羽毛和异物剔除掉，接着再泡在土鸡汤里吸附味道。另外一边，将酒和盐加入到蛋白中，用筷子搅匀后进行蒸制。稍不多时再加入浸泡好的燕窝以及其他配菜，这样一道清香奢华的芙蓉燕菜就做好了。一般来说，宫廷顶级的宴席上都会有燕窝，甚至有燕窝全席。而乾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，其秘诀据说就是使用燕窝。除了燕窝外，宫廷中的顶级名菜就是红烧熊掌。早在春秋战国时代，它就已经是皇宫贵族的贡品级菜肴。一般在烹饪前要将熊掌去皮清洗干净，接着用鸡和鸭来熬制高汤，让熊掌吸收鲜味，同时会加入大量的姜葱蒜，以去除熊掌特有的异味。经过多次煮制后，把熊掌切成片进行蒸制，最后将竹笋、香菇夹在肉中间，淋上汁，红烧熊掌就完成了。除此之外，这家店的名菜还有凤尾鱼翅、金鱼鸭掌、蛤蟆鲍鱼。而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宫廷点心有豌豆黄、芸豆卷，还有玉米窝窝头。当然，慈禧太后食用的要加上栗子粉进行专门制作。总体来说，这家店的菜肴已经达到了中国烹饪的最高水平，因为它传承的是数百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文化。看完平民小吃和宫廷菜肴后，再让我们来看看最有名的北京烤鸭。在全聚德的总店里，厨师们先用麦芽糖水涂满在鸭子的全身，接着放入炉中进行烘烤。为了使烤鸭脆而不焦、嫩而不柴，厨师们需要集中精力不停地翻滚，以保持一定的火候温度。这除了丰富的经验外，也相当考验耐性。烤鸭出炉后，要将鸭皮以及肉薄薄地片下来，食用的时候用面皮包着肉，就着葱和甜面酱一起吃，当然也可以搭配着芝麻烧饼一起食用。除此之外，北京冬天最受欢迎的美食就是涮羊肉。在有名的东来顺饭店里，可以看到分量十足、色泽红润的羊肉片。虽然当时已经有专门切割的机器，但东来顺还是坚持使用传统的手切。在食用时，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，用辣椒油、韭菜末、腐乳、葱花等等来调制配料。当然，大白菜和粉丝也是不可或缺的配菜。
除了涮羊肉外，烤羊肉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美食。画面中的这家烤肉园是北京有名的老字号，厨师使用的铁板已有上百年的历史，是真正的祖传家宝。这里的每份羊肉在烧烤前要先用酱油、黄酒、砂糖、蒜汁、酱汁等配料腌制入味，然后在烤制时加入葱丝和鸡蛋以及提味的香菜，而溢出的油会顺着铁板上的坑槽流走。当然，客人也可以选择自己烤制，虽然手法不如厨师那般熟练，但也乐在其中。铁板烤肉独特的氛围是烤羊肉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以上大家见到的都是北京有名的美食，而北京菜肴的源头是来自于山东的鲁菜。鲁菜的烹饪特点之一就是使用大量的油来爆炒。在著名的丰泽园饭店里，可以看到国宝级烹饪大师王义军正在亲自展示鲁菜的炒制。画面中的这道菜肴叫盐爆鱿鱼卷，是用香菜和切花鱿鱼共同爆炒的小菜。因为鱿鱼是用干火泡发的，所以为了更容易的受热和入味，需要在薄薄的鱿鱼上交错片花。接着把鱿鱼先过水，再过油，然后重新在锅中倒入香油，快速翻炒鱿鱼的同时，要撒上酒，以及放入预先用葱姜蒜醋调好味的香菜。整个烹饪的过程要一气呵成，在提香入味的同时，也要掌握每道菜肴最合适的熟度，这就是爆炒的秘诀。另外，北京虽然经常使用小麦制作的面食，但面食的发源地实际上是山西。在北京琉璃厂附近有一家著名的晋阳饭店，画面中的师傅两手拉住柔韧的面团，反复拉甩，整个过程不能断，也不能粗细不一，每一根都要拉得细如发丝，才会放入锅中进行炸制或者煮制。除了拉面外，店里还有像削萝卜一样的刀削面，以及用大拇指轻柔压出的猫耳朵。但山西面食少不了用白砂糖、山楂汁等炸制的龙须面，还有用3种材料做芡汁的手擀面，以及配上韭黄和鸡肉的汤面。这些面食虽然都是日常食物，但制作方法却蕴含着深厚的工艺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随着镜头来到风光秀丽的颐和园。这里有一家主营宫廷风味的听力馆饭庄，他家最有名的就是全鱼宴席。首先出现在画面中的是用皮蛋等制作的菜肴，叫金鱼卧莲。接着是活吃昆明湖鱼，可以看到鱼头还在微微颤动，嘴里不停地吸收着特制的芡汁。然后是金水肚粥，这是用蛋白制作成海浪的样子，蒸鱼则放在上面。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北京菜虽然是从鲁菜发源，但却是集中国菜品的大成。它将平民美食和宫廷高档菜肴全部融合到了一起，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北京菜系。那么这期解说就到这里，因为该纪录片一共分为5集，所以剩余的会在后面进行解说。喜欢的朋友请持续关注我。